别装死了，外面官兵已经把府邸围了。你今天不去替本少爷充军，我就让你现在死在这儿。大哥，温晨是我们从小玩到大的朋友，你怎么能让他去替你顶罪？这会要了他的命。哼，朋友，他就是我谭府养的一条狗。本少爷现在要炖狗肉，他就得把脖子伸过来。让开！我不让。不知好歹的贱人！像我前世堂堂100亿总裁，竟穿成大圣的底层书童。这蠢货富二代打伤了举人马公子，竟让我去替罪充军，开局就是死局。少爷，别伤了和气，不就是去见见那位马公子吗？我跟你去便是。哼，算你这条狗识相，带走。马公子，犯人带到了，您随时可以带回去交差。动手吧。如意，多年不见，可想死我了。你我当年一别，你可比以前结实多了，不像我，如今瘦瘦巴巴，连一棍子都扛不住。伯母，本公子今天给足了谭家面子，你们找个下人来跟我套近乎，拿本公子当傻子玩呢？你搞什么名堂？还不快跪下给马公子赔罪！赔罪？夫人，我与如意乃是发小，兄弟间开个玩笑，何罪之有？放肆！马公子乃是当朝举人，天江城长大的贵人，怎么会有你这种低贱的兄弟？如意，你真的忘了吗？你我6岁那年于大明湖畔痛饮，分开时你还亲笔送了我一首诗。6岁喝酒，瞎话都不会编。哦，本公子送了你什么诗？渭城朝雨浥轻尘，客舍青青柳色新。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。我就不信我大华5000年文化，征服不了你一个2世祖。劝君更尽一杯酒，此等绝句，就算是我老师也写不出来。这奴才是想把这千古才名送给我，换他一条贱命，好算计。既然如此，这名声本公子笑纳了。哈哈哈哈！温兄，你可想死我了！什么犯人？这是本公子的故人，我今日带兵来，就是为了给我兄弟撑排场的。原来都是误会。那马公子既然是误会，我们谭家赔给您的那3000两银子，是不是？本公子这脑袋怎么突然疼起来了？奇怪，我怎么记得白天有人拿花瓶砸我来着？这诗其实是你写的吧？不错，有点意思。温兄如此大才，留在谭府做下人太浪费，不如投靠我，做我的门客，以后吃香的喝辣的。马兄，小弟当然愿意，只是我如今仍是奴隶，卖身契还在谭家手里，赎身的费用，小弟可拿不出啊。这又何难？区卖身契，还能难倒我马某人不成？不就是赎金吗？我马某人掏了，我温兄的卖身契呢？拿来！马公子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我马某人儿时最要好的玩伴，如今在你谭家受苦，这事儿要是传出去，外人岂不是要戳我脊梁骨，说我无情无义？今儿个温兄的身，我赎定了。马兄说得好，俗话说狗富贵勿相忘，连狗都如此有情有义，马公子难道还能输给狗不成？废话少说，我温兄当年卖了多少银子，说个数。马兄，这个数……马公子，这是哪里的话？您能看上我谭府的下人，乃是我谭府的福气，哪能要您的银子？温晨的卖身契，奴家这就去取。胡闹！你拿我温兄当什么人？白送即折了温兄的身价，还打了我马某人的脸，这银子你必须收，而且要收双倍。是，奴家这就去。谭菲菲，你等一下。温晨呐，你说少爷我以前也没亏待你，你可不要。
少爷，你说这花瓶保真吗？温晨，你说笑了。我们谭家的实力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府里的东西哪有假的？是吗？小畜生，你要当着马公子的面杀人不成？谭菲菲，这是还你之前敲我那一棍子的账，长点记性，再有下次，我手里的就不是这种不经造的玩意儿了。如意，我去办点私事，一会儿在府门口等你。姑母，你看我也没用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，你还是快去拿卖身契吧。二小姐，我没事，别担心了。大哥他们人呢？你不是要被拉去充军吗？怎么回来了？没事了，马如意已经替我赎了身，我马上就要离开谭府，过来道个别。走了也好。二小姐，这是我进谭府时身上唯一值钱的东西。以前总说要当传家宝留给儿子，现在想想，不如送给你当个念想。这些年多谢照顾。你要去干什么？前面那10几年活得太窝囊，下半生我要把亏欠自己的都补回来。过几天，我的名字会传遍青城大街小巷，到时候去哪儿都能找到我。娘，他打我，他一条谭府的狗，凭什么打我？菲菲，你放心，你爹认得太守大人，我们得罪不起马公子，还收拾不了一个奴才。等马公子的新鲜感过去，娘一定要他连本带利，把欠你的都讨回来。我要他的命！小文呐，以后你就住在这里，本公子若是有事，会亲自来找你。这地方清静，没人打扰你做事。那在下就谢过马公子了。只是谭府那张卖身契，这小子脑子灵光得很，若是没个把柄捏在手里，以后怕是不好控制。马公子，刚才那首诗，若是只在青城这小地方传唱，未免太暴殄天物了。应该让他去更大的舞台，才能配得上公子的身份。嗨，小温你放心，本公子在朝中的老师最近恰好要到访青城公办收布，只要他老人家见到此诗，本公子必定扬名天下。哦，今年朝廷这么早就下来收布？往年不都是7、8月份吗？这时间点对不上呀。不该问的别问。老师他老人家日理万机，提前来自然有其他要务，不足为怪。提前1个多月，还是京城大员亲自下场，看来今年的布匹需求量极大，利润空间被严重压缩。我的第1桶金又着落了。你看我这脑子，差点把正事忘了。给。马公子爽快，在下定当竭尽全力，祝公子名扬天下。好说好说，你先歇着，本公子回府了。劳动力廉价的时代，水力纺织机就是降维打击，一台机器一次纺80根线。只要有活水，日夜不休，相当于雇了100多号人。15两积蓄，加上二小姐给的盘缠，一共60两。
足够在大圣朝撬动一场工业革命了。随便挑，随便选，本店货真价实，童叟无欺。哎，要买镰刀还是锄头？自己看，概不还价。老板，这图纸上的东西你打造得了吗？年轻人，这玩意儿是你家公子少爷玩乐所需的物件？是我自己需要。嗨，以我多年的经验，这些达官贵人折腾的古怪玩意儿，你一个下人玩不起。前些日子刘家公子非要打造铁翅膀，跳楼摔断了腿。你小子年纪轻轻不学好，别浪费银子了，赶紧走吧。莫名其妙。你就说这图纸上的东西能不能打，其他的用不着你操心。这是什么话？哼，就你这堆玩意儿，老子一天功夫的事儿。不过一旦售出，概不负责。日后你后悔了，可别找老子退货。放心，我没有找后账的习惯。图纸上的零件我要20套，每套20两银子，一共400两。先交钱，后交货。没钱？没钱学人家玩这么花？掌柜的有没有听过零元购？何谓零元购？意思便是我不相信你的手艺。从今天起，你只要合格做出一套零件，我付你一份工钱，而不是先给全款。不过，我可以先给你留下40两的定钱，算是诚意。好，这活老子干了！街上的乞丐一个都没了，看来地方官已经清了场。马如意的老师大概率就是这2天到，得抢占先机。2位小哥，麻烦通传一声，就说谭府派人找李掌柜有事商讨。切，等着。哈哈哈哈！是李兄回来，要请我老李喝酒吗？小子温晨，这次是来帮李掌柜忙的。帮忙？这是谭兄的意思？我老李可不记得派人请谭家帮忙。此事与谭掌柜无关，是在下要帮李掌柜的忙。担心李掌柜不肯见面，所以擅自借了谭家的名号。小伙子，我老李没闲工夫陪你在此消遣，慢走，我送。李掌柜，天津城派来定制布匹的官员，怕是很快就要到了。这笔生意利润薄，若是耽误了交期，李家可是要受罚的。你小子是想要抢行？在下知道李掌柜每年为了朝廷的订单，会错过不少大生意，根本原因是熟练工不足。巧了，我手上有一批长工，同样织一匹布，李掌柜只需付出普通熟练工1半的工钱。1半工钱的熟练工？小伙子，你蒙傻子呢！我李家从不和骗子合作，恕不奉陪。李掌柜不信，可以先试试水。敢问李家的熟练工一天可值多少？哼，宽2尺2，长4丈，1天1匹。那这样，李掌柜只需提供丝线原料，在下用3天时间织600匹布出来，如何？荒唐，简直荒唐！老李，我没工夫和你扯皮，慢走不送。李掌柜不必急着下决定，3天之内我还是这个价格，之后每过1天，工钱涨1成。老爷，门外有客。不见，说我不在。老爷，您还是先看看吧，这次真不能不在。你这狗奴才听不懂人！
年还有1个月。文臣，那个下人说的是真的。魏公公大驾光临，草民有失远迎，还请公公恕罪。哼，这位是户部尚书金洞金大人，也是朝廷此次江南收部的主官。还不快拜见！草民李有才见过金大人。起来说话。李家多年来为朝廷尽心尽力，陛下都看在眼里。此次本官与魏公公同行，乃是要向李掌柜委以重任。能为圣上分忧，是李家的荣幸。陛下若有吩咐，草民必当肝脑涂地。本官打开天窗说亮话，李掌柜想必也察觉到了。我们今年来青城的时间，比以往早了不少。是早了不少。朝廷今年需要从你李家收取的布料，比往年的数目多很多。李掌柜可要做好准备哦。还请金大人明示，今年朝廷下发的任务是多少匹布？3万匹。大人放心，让工人们加班加点，草民定能交差。不是3万匹，是30万匹。这是陛下的意思，7月底之前交出30万匹夏布，且每匹夏布的价格比以往下调2成。使不得呀，金大人，这不是要我老李的命吗？您就是把我剁碎了扔上纺织机，2个月也交不出30万匹布啊！李掌柜想违抗皇命？草民不敢，实在是李家人手有限，做不到啊。你李家做不出，难道就不会去青城中寻求他人帮助？上百家布坊若都愿帮你，30万匹算什么难事？金大人，收布的价格能不能？老李，你也是老江湖了，怎到现在还看不开这个理？朝廷要是答应增加预算，咱家和金大人又何必找你商量？别怪咱家这时候也是自身难保啊。别愣着，快把府里所有能跑腿的都叫来，去青城各大布坊求援，快去！怎么了？赵家掌柜怎么说？赵掌柜说他爱莫能助，老爷给的价格太低，根本回不了本。你没告诉他，若是帮我渡过此关，我李有才日后必定忠心。说了，可赵掌柜说帮李家就是糟践自己，以后若是没了老爷您，他们的生意会比现在好做得多。赵丹，你真是一个落井下石的畜生！去年我老李拉你一把，你就是这么回报我的。老爷，孙掌柜说帮忙可以，但每匹布的价格要翻3倍，不答应免谈。老爷，小六说他不回来了，杜家老爷愿意出银子买他的卖身契。那个年轻人，他说2天可值600匹布，哪怕只有一点希望，李家也不能葬送在我手里。三儿，备轿！李掌柜，门没锁，进来吧。要不是我李家逢难，老李我是万万不会来找你的。发牢骚去外面。是温掌柜，老李这次来是想见见你的工人，
如果手艺过关的话，我们倒是可以合作一番。合作？昨天是合作，今天可是你李掌柜上门求我帮忙。是，温掌柜说的对，那您还是带老李去看看您的工人吧，正事要紧。工人吗？这就是。温掌柜，现在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，这铁架子跟工人有什么关系？李掌柜，谁告诉你，工人非得是人不可呢？哼，我老李也是疾病乱投医，竟然异想天开，相信你的鬼话。工人不是人，难道还能是鬼不成？浪费时间。李掌柜，做生意得有耐心。既然来都来了，不如多考察一会儿，看看在下是怎么骗你的。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！我老李今天就要当面揭穿你这个骗子，把你扭送官府。好说，走着。李掌柜，看好了。这是什么鬼东西？为什么会自己动？你把工人藏哪儿了？我为什么看不见他们？这叫将动能转化为机械能。一切动力来自流淌的水，只要水流不停，它就不会停。水流不停，它就不会停。此物效率如何？多久可织一匹布？一次可织80根线，是人工效率的80倍，不计磨损，无需休息，可连轴转。有救了！我李家有救了！温公子，求你救救我李家，把这机器卖给我老李吧！我是骗子吗？不是，让你狗眼看人低，让你冲撞了温公子。行了，谈生意就谈生意，戏别太多。朝廷要你李家织多少布？7月底之前，30万匹夏布。朝廷来的人，有没有说他们需要这么多夏布要干什么？唉，老李，我不敢问呐。30万匹夏布，这种民间低档布料，朝廷突然要这么多干什么？此事古怪。这机器，我是不能卖给你的。别急，我不卖给你，但没说不给你用。30万匹，光靠这一台不够，起码得100台。你出钱资助我办厂，我负责安装调试，日后收益你我55分账。温公子大义，你这个朋友，我老李认一辈子。不过，温公子，这100台机器如此精妙，建造起来怕是花费不少吧？不多，2000两一台，那100台就是20万两。老李，我变卖些家产，再去钱庄借，勉强。什么2000两？20两。20两金子，银子。如此巧夺天工的神物，成本竟然只需要20两白银。银子买来的不过是一堆破铜烂铁，真正值钱的东西在这里。公子真乃神人也，20两白银而已，100台怎么够？我老李砸锅卖铁，再追投100台。爽快，图纸我出。找铁匠打造零件的事，交给你去办。娘，这下李家算是彻底完了。我听说李有才找遍了青城，也没人愿意帮他织那30万匹布。老天有眼，他李家沾了朝廷的光这么多年，也该收了他了。一旦李家倒台，咱们谭家就能一举顶上去。娘，李伯父毕竟是爹20多年的好友，前几日他写信求援，你不帮也就罢了，如今还说这种风凉话，是不是太过分了？妇人之仁，
你身上的绫罗绸缎，哪一件是用李家的银子买的？不趁机搞垮他赚钱，我那3000两银子的亏空怎么办？袅袅，你也不能怪娘铁石心肠。就算娘答应帮忙，那李有才也是自己往死里做。前几天他花了几千两买了个院子，找了个姓温的当掌柜，却一个工人都不招，整天往里面拉木炭铁器。我看呐，这老李是吓得了失心疯了。姓温的掌柜会不会是温晨？温晨，他也配？一条谭府的狗换了主子，说不定早被马公子扔进河里喂鱼了。就他也想当掌柜？我呸！袅袅，以后不许在你大哥面前提那个晦气的人。你大哥受了委屈，你怎么还胳膊肘往外拐？娘，袅袅越来越不像话了，赶紧找个人家把她嫁了吧，省得给我添堵。好，好，等你爹回来就依你说的办。这位大哥，劳烦问一下，下面是在干什么？怎么这么大动静？这你都不知道？李家在织布啊！听说找了个神仙，造了会自己动的机器，一台机器一天能织100多匹布。一天100多匹？我家就是做布匹生意的，就是工人长了10只手也不可能啊！唉，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。这王铁匠不过是替温掌柜打造了几个铁疙瘩，就被太守大人亲自接见，评为感动倾城10大人物之首了。这等好事怎么落不到我头上？大哥，你说的温掌柜全名叫什么？温晨啊，你不知道？自从昨天温氏布坊开业到今天早上为止，这河边已经搬走2万多匹下布了。2万匹啊，你说吓不吓人？这就是会自己动的纺织机。半个月，他真的做到了。这位姑娘，此地已被李家包下，闲杂人等不可靠近，退后。劳烦小哥禀告一声，我是温掌柜的朋友，想找他叙叙旧。一边待着去！哼，来偷看机器的探子多了去了，想骗我没门儿！我爹是谭刚，与你家李掌柜乃是至交。我堂堂谭家2小姐，需要骗你一个下人？这小的有眼无珠，谭2小姐恕罪，小的这就带你进去。老李啊，擦屁股的事儿，本官已经替你们办妥了。街口的王铁匠收了好处，温晨给他的图纸已经全烧了，以后没人能抢咱们的生意。可是大人，温公子说，等忙过这阵子，他准备将水利纺织机的构造公开。他说此物属于全人类，不能由我们独占。胡闹！温晨年轻不懂事，你这老江湖也跟着犯浑。此等巧夺天工之物，若是流传民间，被南齐的探子学了去，岂不是通敌叛国？这可是诛九族的大罪。告诉温晨，此事由不得他，一切等本官禀明京城魏公公后再做定夺。是，草民明白。老爷，谭家2小姐到访。请他进来。袅袅见过太守大人，见过李伯父。免礼免礼，小侄女多日不见，出落得越发水灵了，本官看着欢喜。2位伯父，袅袅今日来是找温晨的，可否请他出来一叙？老李，温晨呢？
快叫他出来见客。大人您忘了，温公子和马公子一起出去了。瞧本官这记性，温晨带着如意去了万花楼。马大人，温晨这里的生意刚刚起步，马公子强拉着他去花天酒地，不太合适吧？哎，侄女儿这话可说错了，是温晨那小子主动拉着如意去的，如意推脱不过，这才勉强作陪。主动去的？那个以前老实的温晨自己要去的？袅袅啊，你也不必苛责温公子，男人嘛，有了钱算不得什么大事。果然男人都是一样的，有钱就变坏。原来如此，是袅袅打扰了，告辞。本公子早就说了，来这种地方就该换身体面的行头。你穿成这样，哪有姑娘往你身上贴？在下说过，来万花楼是办正事，姑娘是次要的。哼，你不会真觉得会有人喜欢你手里那几条破足带吧？马公子不懂，这叫丝袜，穿上它，女子的魅力能上升3个档次。我只需要找个合适的模特。扯淡！女人只有不穿这些古怪玩意儿的时候，才最自然。哎呦，马公子，您可是有些日子没来了，想死奴家了。今日公子特地带这位小兄弟见见世面，你可得把他伺候好了。马公子堂堂举人，怎么带个要饭的下人来寻欢作乐？马公子发话，奴家自然照办。二位楼上雅座请。小文，你点子多，给本公子支个招呗。马公子请讲。本公子对这香儿越看越顺眼，可这娘们儿总在背后勾搭别的男人。你有没有办法能拴住她，让她只服侍本公子一人？这马胖子口味真重，这老鸨做他妈都够了。马公子是想要正招还是歪招？正招。正招便是将香儿姑娘娶回家，给她个名分。有马公子的威名在，自然没人敢打他的主意。哎，不妥不妥！我堂堂举人，娶个风尘女子回家，太影响仕途了。那还是用歪招吧。说来听听。马公子只需将自己的一缕头发用红绳绑住，送给香儿姑娘随身携带，此法可有效克制她与其他男性往来。这是什么说法？发克有西洋秘术，马公子只管拿去试。今儿个沾了马公子的光，生意实在太好，奴家好不容易才寻到2位姐妹，温公子可不要嫌弃哦。这种实力派，若是穿上我的丝袜，起到的绝对是反向宣传作用。香儿姑娘，我能换人吗？温公子，今儿这生意您有的玩就不错了，奴家劝您就别挑3拣4了。怎么，难道温公子还想让奴家找个花魁来服侍你不成？花魁，窑子里的顶流，倾城绝色，自带巨大的流量效应，这简直是完美的丝袜形象代言人。对，就要花魁。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烦请香儿姑娘，请你教坊司的花魁出来一见。
这小子穿得像个要饭的，居然随手拍出这么多银子，扮猪吃老虎。温公子息怒，是奴家狗眼看人低了。只是这新来的花魁灵玉姑娘，却不是凭银子就能见到的。哦，你万花楼什么时候又来了一位花魁？本公子怎么不知道？你这老娘们儿，莫不是怕她争了你的宠，故意瞒着本公子？奴家不敢。只是这灵玉姑娘有个规矩，必须答对她所出的4道难题，方可一睹真容。唉，加上她刚来不久，还没正式打出名头。马公子，倾城的继子都这么有性格吗？见面还要回答问题？哼，本公子看呐，这都是从天成教坊司传过来的臭毛病。一些刚入行的上等货色，故意搞这些噱头，吸引文人墨客为他写诗宋词。万一有1、2句流传坊间，他的业钱也就水涨船高了。灵玉姑娘出的难题并非作诗弄词，而是4道字谜。字谜有趣。香儿姑娘，那4道字谜在何处？在下面。小文，你去试试。正有此意。身段不错，如果真有画中这般窈窕，倒是配得上我织的丝袜。不知穿白丝好看，还是穿黑丝好看？哼，这花魁魅力不小呀，瞧把老头迷的。爱美之心，人皆有之，不足为怪。哼，这么大年纪了，答出来有什么用？老胳膊老腿的还折腾得动吗？妈的，臭瞎子，吓死爹了！小文，你这就有点太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吧？你即便不想帮本公子见花魁，也用不着拿这种谎言来糊弄本公子吧？在下没工夫糊弄人。我就说他是个文盲，别说4个字，他连1个字都猜不出来，居然画了个10字，真是丢脸丢到姥姥家了。这极品从哪儿来的？唉，劳烦香儿姑娘将在下答好的谜题交给这位花魁。温公子何必呢？这要是交上去，可就收不回来了。你自管交过去便是，若是错了，在下也丢得起这个脸。行，奴家这就去。难不成这小子之前那首诗也是他抄的？本公子看走眼了。灵玉姑娘到！这是哪位公子写下的谜底？正是在下。公子果真博学多才，令奴家刮目相看。敢问公子高姓大名，师出何处？在下温晨，无师无门，乃青城一个做小买卖的商贩。温晨，新开的温氏布行的掌柜，好像也叫温晨。哼，瞧他那打扮，哪一点像掌柜了？我不服！灵玉姑娘的意思，不会是这小子猜对了字谜吧？正是。不可能！我怀疑灵玉姑娘是在和这小子唱双簧。他写的那个10字，根本与4道题中的哪一道都不沾边，凭什么是对的？没错，本公子也不服，你万花楼吊足了我们的胃口，最后演这么一出来糊弄我等，还想不想在青城开下去了？首先，奴家虽然写了4句话当做谜语，但从没有说过这是4道题，一切都是诸位公子先入为主。其次，这位温公子写的也并非一个10字，而是巧妙地用纸张与笔画结合。如果将方正的纸张边缘也算作字体的一部分，这乃是一个田地的田字。 4个大山山对山，4山叠加是田；4个大川川对川，4川叠加也是田；4个大口连环套，4口连环还是田
4个嘴巴紧相连，这也是甜，都是甜。还真让这小子给蒙对了。对，就是蒙的。灵玉姑娘，不知在下答对了这道题，除了见姑娘一面，还有什么其他奖励吗？公子可与奴家共进午宴，无旁人打扰。若想提个过分的要求，需要花费多少银子？果然是个粗鄙不堪的下人，答应与你共度午餐已是天大恩赐。呸！肮脏下流！你为何这等下流？还请姑娘说个价钱。温公子，奴家不缺银子，若想再提别的要求，请再答3道题目。这一次可就没那么简单了。一个青楼女子说自己不缺钱，第一句话却问我师出何门。她的心思根本不在接客上，而是在找特定的人。怎么，温公子一直不说话，是怕了？确实怕了，在下害怕待会儿姑娘说话不算数，不能兑现在下的请求。大言不惭！奴家接下来出的3道问题，诸位公子皆可作答，全部答对者都可以像这位温公子一样，向奴家提一个要求。无论这个要求合不合理，奴家都会满足。只要分担了风险，就算你温晨再聪明，一会儿我略微放水给其他人，你也休想单独向我提要求。姑娘太年轻，太天真，竟然拿自己的清白赌气。什么意思？姑娘太低估大家的决心了。回答问题的可以是一个人，但提要求的却可以是所有人。对啊，我等只需推出一位答题者，大家一起帮他想答案。在下马如意，乃兴平24年的举人，今日便代表诸位请姑娘赐教。哼，你温晨不帮本公子，本公子照样玩得了花魁。原来他就是马如意，真是歪打正着。那就请诸位听好了，奴家的第1题乃是一副上联。识人观相，老夫在行。小伙子，还是你的胜算大一些。大爷，在下可没答应一会儿带着你一块玩。没关系，你玩你的，老夫过过眼瘾便是。有了，月圆月缺，月缺月圆，年年岁岁，暮暮朝朝，黑夜尽头，方方见日。本公子对，今年年底，明年年初，年年岁末，平平安安，除夕过后应是节。漂亮，此乃绝对，马公子威武。东拼西凑，不太公正。姑娘只说要给出答案，却没说要对的公正。况且本公子觉得这下联并不赖，除非有人能对出更好的，否则这一题应算本公子答对了。对，算马公子答对。既然马公子已经回应答案，那么这第1题应当是算……等等，姑娘还没听在下的下联呢。小温，你不会真的以为能比我们一帮人都强吧？重在参与吗？哼。好，那奴家便出上联：月圆月缺，月缺月圆，年年岁岁，暮暮朝朝，黑夜尽头方见日。花落花开，花开花落，夏夏秋秋，凉凉暑暑，严冬过后适逢春。月对花，圆缺对开落，年岁朝暮对夏秋凉暑。这上联乃是当年父亲出事前所出，整个天津城无人能工整对出。他一个下人，怎么可能开口便是绝对？若是判他赢了，马如意就失去了资格，我这局棋就全毁了。唉，
算平局吧。听到没？平局，本公子照样有资格。你小子吃了暗亏就不生气？意料之中，听到马如意的名字就改变态度，强行判平局保他过关。这娘们果然不是普通的继子，只是还不清楚，他的目标会是马如意的叔叔，还是那个从天京城来的大官。诸位公子，第2题乃是一道算学题，名为老翁打酒，请听好。老翁街上走，提壶去打酒，见花喝一半，玉钿加1斗，3玉钿荷花，喝光壶中酒。试问酒壶中原有多少酒？这算什么怪问题？考举人的时候也没这道题啊！诸位公子若是答不出，那灵玉也只能向大家道一声抱歉了。是7斗酒，多大的酒壶装7斗？分明是2斗。此题不是用来猜的，是用来算的，诸位不必强求。温公子，若是答不出，奴家可要告退了。如此简单的1元1次方程，在下7岁的时候就会解，何来答不出一说？小温，故弄玄虚可不能当饭吃。你答不出便说答不出，没必要非得争这口气。酒壶中原有7/8斗酒水，在下算的没错吧？不可能，温公子以前一定听过这道题，否则不会连演算都不用便得出正确答案。这次不算。对，他耍赖，他耍赖！我们这么多人都算不出，他凭什么能算出来啊？重比，要求灵玉姑娘重新出题。在下说了，这种1元1次方程，在下7岁就会解。姑娘不信，在下可以给你演示一番。首先，将酒壶里的酒设为 x 斗，那么就可以得出以下方程式。妙啊！这世间竟还有如此巧妙的算学之法！这位小哥，我毛家正好缺一个堂前掌柜，你是否有这个意愿？想不到在这种小地方，还能碰到让老夫心意的可造之材。温兄，刚才是在下有眼无珠，今后你我便是异姓兄弟。混账东西，滚开！小温乃是我马如意的门客，轮得到你们在这里拉拢？原来是主仆。既然你是马公子的门客，这第2题算你们共同答对了。灵玉姑娘，你似乎觉得我会把机会让给公子，难道不是吗？那就不太巧了。这共进午宴的席位，在下打算让给在座的所有兄弟。温兄大业！温兄大业！灵玉姑娘，快出第3题吧。在下和兄弟们可是等不及了。想我堂堂千金小姐，若不是家道中落，何至于沦落到被这帮臭男人如此戏弄？好，这第3题便是请温公子以奴家为题，赋诗一首。作诗？这个本公子在行，本公子最近对此颇有研究。灵玉姑娘，既然是考题，那如何才算答对？诸位做的诗，只有奴家说好，才算是答对了这题。荒唐！这分明是刁难！只要你不想答应，这题便永远没有正解。就是一个卖皮肉的继子，还立起牌坊了。姑娘若是玩不起，直接拒绝便是，何必这般玩弄我等？好，这第3道题，在下接了。无需多言，温公子既然如此自信，还请赐教。奴家倒要看看你能做出什么花来。春花秋月何时了，往事知多少。
小楼昨夜又东风，故乡不堪回首月明中。雕栏玉砌应犹在，只是朱颜改。问君能有几多愁？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此诗果真是人间绝绝，但温公子既然以灵玉姑娘为题，为何全篇没有一句描写美人的容貌体态？确实不切题啊！此诗若是放在别处，定能名扬天下。但此情此景，偏题偏得太离谱了，这怎么过得了灵玉姑娘那一关？本公子就说让我来，这小子凭什么能出口成章？真是浪费了一首好诗。雕栏玉砌应犹在，只是朱颜改。他怎么会知道？他怎么会懂我从千金小姐跌落风尘的绝望与王家之恨？问君能有几多愁？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这首诗如同一柄利剑插进心窝，他到底是谁？为何能如此准确捕捉我的心境？难不成我此刻的身份暴露了？公子大才，还请公子随奴家去后院一叙。正有此意。灵玉姑娘，你让护院都退下，难道是喜欢在光天化日之下做这种事情吗？你刚才那首诗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你究竟是谁派来的？就算狗急跳墙，这动作也太糙了。哼，是个没杀过人的新手。一个外地来的继子，不缺钱，不卖身，对待许你钱财的贵客，三番五次的刁难耍赖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你另有所图。闭嘴！万花楼可不是天京城的教坊司，培养不出你身上那股大家闺秀的贵气。你之前有意无意偏向马如意，目的根本不是他。你的目标绝对是这次朝廷派来京城收部的官员金洞。再让我猜猜，能在京城这种地方掩盖命案包庇凶手的人不多。你的后台不是太守马青山，就是那个负责收部的老太监魏成，不对，只能是那个老太监一人。你到底知道多少？此人知道的太多，留不得。你是真不怕官兵找上门来啊？杀了我，你还有机会接近金洞吗？登徒子，你莫要嚣张！你坏我大事，本姑娘有办法收场。你什么你？放心，你的事与在下无关，在下只是无意中撞破了你的事。听说当今圣上宠信全宦，我还没傻到为了不相干的人去得罪太监。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，你的计划和目的，在下绝不吐露半字。你不抓我去见官？我配吗？你们连朝廷命官都敢杀，我一个白丁去拆穿你们，难道不是找死？这身段简直是天生做模特的料。混账！本姑娘就算是死，也绝对不会与你们这帮臭男人做肮脏之事。哼，姑娘放心，在下虽不是什么正人君子，但趁人之危这种事还不屑于做。你只需换上这双足带，去前面的万花楼大厅里走上几圈，只要效果好，你刺杀朝廷命官的事，在下烂在肚子里。什么？就这么简单？在下是个商人，这叫丝袜。
而姑娘的身段完美符合在下对模特的要求。如果姑娘不嫌累，把这2双也换上试试。在下会根据外面那帮人的反应，付给你出场费。好，穿就穿。这种微奢品成本极低，这个时代的男人虽然常逛青楼，但骨子里依然保守。那种若隐若现的暗骚感，绝对能形成降维打击的消费刺激。不是让你换丝袜吗？怎么还是这身？在里面太奇怪了，那滑溜溜的物件一上腿，比不穿衣服还要勾人。若是就这么走出去，岂不是比那些卖笑的女子还要羞人？不介意在下改造一番吧？公子请便。公子，你的茶洒了。走吧，去前厅。这温晨绝对是飘了，竟然把本公子晾在这里，自己跑去吃独食。就是，灵玉姑娘那等角色，竟然便宜了一个下人。诸位久等，在下特地回来兑现承诺，为各位兄台带来一场前所未有的花魁走秀。走秀？什么玩意？有请今日的主角灵玉姑娘闪亮登场。不能笑，不能有任何情绪，只有死人脸才显得高级。他腿上穿的是什么？为何看起来如此？灵玉姑娘的腿，为何看上一眼，竟让在下有一种死而无憾的冲动，好想上去摸一摸。可为何本公子总觉得自己的手太脏，根本配不上这双腿？各位兄弟，刚才灵玉姑娘腿上穿的，便是我温氏布坊推出的新品丝袜。此物不仅御寒保暖，更能修饰腿型。诸位大可买回去，送给家中的妻子，红粉知己。每双只需5两银子，便能让夫妻生活时刻保持新鲜感。5两银子买一双足带，这玩意儿看着是不错，但不知我家那母老虎驾不驾驭得了啊？给我拿1双，不，拿10双！温公子，有没有大码的？超大的那种，我要红色。超大码？这老兄家里这是供了尊石狮子吧？只要灵玉姑娘再出来走一圈，本公子出100两。小温呐，你这丝袜手里还有没有富余？有，马公子若是喜欢，明日在下让人送到府上。本公子的意思是，有没有穿剩下的？马公子这是什么意思？收藏而已，温兄不必多想。收藏？你这死胖子的变态心思都写在脸上了。灵玉可是要刺杀惊动的刺客，若是让你迷上他，日后必定是个大麻烦，必须断了你的念想。马公子，在下劝你，还是别打灵玉姑娘的主意了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本公子看上的女人还有得不到的？在下刚才去后院别院，无意间发现灵玉姑娘的闺房中藏着一年轻男子，两人举止如胶似漆，显然是相恋已久。俗话说，君子不夺人所爱。马公子贵为当朝举人，最重名声，必定干不出这等强人所难、落人画饼的安家事吧？
温兄这话倒是一语点醒梦中人。也罢，本公子又不是地痞流氓，这等有了相好的残花败柳，哼，本公子还不稀罕。妈的，今天没睡到姑娘，风头全被这小子抢了，还让他赚了个盆满钵满。哼，本公子岂能白跑一趟？小温呐，你说，若是今日没有本公子带你进这万花楼的门，你还能做成这笔天大的生意吗？马公子这话说的，若不是公子教导有方，给在下撑场面，今日之事绝无可能如此顺利。既然如此，那你准备怎么报答本公子？既然马公子刚才没能尽兴，那不如在下也给马公子出一道题吧，全当报答。什么？这也算报答？你是觉得刚才本公子还没被羞辱够吗？你这题是给本公子的老师出的吧？在下这点小心思，果然瞒不过马公子。你既然喜欢沽名钓誉，我便多教你点本事，让你在金洞那边多露露脸。比起拿银子消灾，这叫投其所好。你可别整那些什么几次几次的方程，那玩意儿别说本公子，老师都没听说过。那是当然，在下这一题也是一副上联，说来听听。烟锁池塘柳。没了？没了。小温呐，你莫不是拿些破烂来糊弄本公子吧？这上联平平无奇，老师分分钟便可对出。马公子，现在看明白了吗？五行偏旁，这5个字竟凑齐了金木水火土。好，好，好，妙哉妙哉！本公子果然没看错人。不与你多说了，本公子这就回去与老师探讨一番。温公子，你倒是沉得住气。这2天，那帮老伙计都快把我老李家的门槛踏破了。哦，他们找你做甚？还能做甚？咱们的水利纺织机横空出世，不仅接下了朝廷的30万匹下布，连他们原本的生意都抢光了。现在他们作坊停工，工人跑路，非逼着我把纺织机的构造图交出来，美其名曰有才一起发，有谈交情的，有讲道理的，还有恼羞成怒拿我老李家人做威胁的。你说这该怎么办呢？当初你李家被朝廷订单逼得走投无路时，他们哪个不是趁火打劫？现在还有脸上门要机器？理是这么个理，可他们天天在太守府门前拉横幅闹事，声势浩大，老李我心里没底呀。这忙我可帮不了你。袁青山可是指着这批布升官发财呢，你要求也得去求他。温公子，那些都是小事，还有一件事儿，老李得问问你。说，那位与魏公公一同前来倾城的户部尚书金洞金大人，想见你一面。他想托老李当个中间人，安排个地方。不行，见不了。为何？温公子，以金大人的身份，旁人就算巴结都找不到门路。他对你那水利纺织机赞赏有加，你为何不愿见？金洞是马如意的老师，那女刺客灵玉要对付的8成就是他。我若现在去见他，必定惹得一身腥，这浑水不能趟。在下不过一介布衣，只求赚些银两，下半辈子逍遥快活。金大人官至极品，若见了我这粗鄙之人，免不了心生鄙夷。这高枝我攀不起。可是金大人诚意很足，他应该不会为难你。李掌柜，普天之下谁不知道，当今圣上亲近宦官，金大人虽位极人臣，但终究占不了上风。他若真对纺织机有想法，该去见的应该是皇帝，而不是在下。真正拿主意的是那姓魏的老太监。袁青山和老太监穿一条裤子，金洞自身难保。想拉我下水当炮灰，我配吗？肉烤的差不多了，屋里桌上有个檀木箱子，劳烦李掌柜帮我把
把那3个瓶子拿出来。冰块！这大热天的，温公子，这瓶子里装的是什么宝贝？一股浓烈的麦芽清香，是酒？那是啤酒。今日在下心情好，请李掌柜尝尝鲜。别的酒水向来都是温着喝，你这啤酒为何用冰块镇着？你不懂，常温如马尿，冰镇似国窖。尝尝。妙呀！此酒香气复杂多变，一口下肚，简直通透至极。配套使用，风味更佳。哪儿来的毛贼？光天化日之下竟敢翻墙入府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嘿嘿，老夫不是贼，老夫只不过是闻着酒味儿，想来蹭口饭吃。这不是万华楼里那个会看相的老叫花子吗？他怎么会找到这里？大爷，在下这酒肉只款待朋友，你若是想吃喝，得掏银子的。银子没有，但有这个。温公子，是真的金子？废话，老夫还能骗你不成？敢问老丈高姓大名？来我这小院，到底有何贵干？我姓石，无论何时与你相识，我都值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听不懂暗号，看来不是穿越者老乡，真就是个纯粹的古代怪人。老夫姓石，单名一个墨字，法号不语。石墨，质软，灰黑色，有油腻感。法号不语。莫先生当过和尚？老夫不只当过10年和尚，还当过10年道士，做过10年教书先生，经过10年商，训过10年兵，卖过10年唱。敢问先生如今高寿？20加121，对，141岁。活古董。真敢吹啊！为何是20加121呢？因为老夫20岁之前不碰女人，20岁之后呢？每年只碰1个女人。别怪在下话直，如果在下没猜错的话，以先生的视力，分不清1步之内男女，更别提碰女人了。你觉得老夫在说大话？难道不是？哼，老夫虽然眼神不好，但听力绝佳。比如房顶那只灰色野猫，老夫一耳便能听出它是只公的。牛皮吹破了吧？这房顶上根本就没有什么野猫。光凭耳朵隔着5丈远，不仅听出了公母，还听出了颜色。这老东西到底是什么怪物？先生不妨有话直说，今天特地来找在下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回屋睡觉。瞬间催眠，就算前世最顶尖的催眠师，也不可能在一瞬间催眠别人吧？放心，老夫刚才的本事，你想学吗？不想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知道，学这本事肯定要交学费，在下交不起。聪明，哈哈哈哈！但老夫若是非要教你呢？我能拒绝吗？当然可以，不过代价已承受不起。莫先生，在下与你向来素不相识，无冤无仇，为何非要逼我？老夫就喜欢看别人无能为力，向老夫妥协的模样。
怎么办？这老疯子要的学费绝对不是银子，不答应我就得变成太监，答应了必是万劫不复的圈套。怎么样，想好了吗？是答应还是不答应？在下想知道，先生想从在下这里得到些什么好处？也不难，老夫只是想借你的手，帮老夫杀一个人罢了。莫先生，现在可是法治社会。废话，要不为何让你去干？杀谁？先说来听听。当今圣上的心腹，内织染局掌印大太监魏成，魏公公。老东西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我一个小小屁民，你让我去杀朝廷命官？对呀，就因为你是身份低微，而且凭借水力纺织机有机会接近魏成，他才不会有所防备。所以这差事非你莫属。不去不去，你还是阉了我吧，大不了以后少一项生活乐趣，总比丢了命强。好啊，那老夫这就收了你的宝贝，一会儿顺便到太守府告发，说你联合万花楼中一名妓子，试图刺杀朝廷命官，看看我们的太守大人会怎么说。放屁！刺杀金洞的事，我从来没有参与。你说了不算，具体要看那妓子如何交代。他是绝对不敢供出魏城的。可事情既然败露，便说明唯一知道真相的你出卖了他。你猜猜他会不会反咬你一口？为什么偏偏是我？因为老夫看你顺眼。看我顺眼你还害老子？这不是害你，这是让你为民除害。而且以你的聪明才智，只要略微动动脑筋，事后全身而退并不困难。你为什么要杀魏成？因为他欠了老夫的债。多少银子？我私人不给你。哼，不，去年江南道发大水，沿岸百姓受灾3万，淹死7000。魏成只是一个收布的太监，就算江南道有豆腐渣工程，也怪不到他头上吧？哼，朝中阉党横行，贪腐成风。当年江南道重修，朝廷调拨的银两就是通过他魏成的手再次流回到12监的。你说这事儿跟他有没有关系？魏成是朝中阉党的核心人物之一，也是司礼监掌印杜伦的左膀右臂。杀了他，更多问题便会浮出水面。莫先生有亲人在那场水灾中丢了性命，算是吧。原来是血海深仇，怪不得魏成会指使灵玉暗杀金洞，原来是怕事情败露。想杀魏成，必须先保住金洞做后盾。之前李有才说金洞想见我，这事儿得重新考虑了。还有灵玉，必须稳住他，不能让他先动手。老夫给你提个醒，金洞此人虽不喜好美色，但却是个爱财如命的书呆子。你留在万花楼的那首诗，很可能会将他置于险地。抓紧时间行动，按照你那水力纺织机的速度，再过不到10天，便可完成朝廷下达给李家的任务。到时候，金洞和魏成必须要死一个。唉，跑是跑不脱了，这老疯子武功深不可测，手里还捏着我之前的把柄，只能硬着头皮搏一把。你这啤酒味道不错，老夫笑纳了。100多岁的老头，果真是因为大水死了亲人才报复魏成？有这等身手，还会怕官兵追捕？直接动手杀人不就行了？这老东西绝对没那么简单。老李，醒醒，别睡了！这啤酒劲儿可真大！赶紧的，从铺子里给我调200双丝袜过来，我有急用。温公子是要开裆的还是不开裆的？开吧。这可是温氏布坊的温公子，最近卖丝袜赚了大钱的新贵。哎呦，奴家的心肝宝贝，什么风把您吹来了？在下可没兴趣与马公子做同道中人。这200条丝袜是在下答应灵玉姑娘的报酬，你带回去给诸位姑娘们分了吧。不愧是温公子，出手就是阔绰。快请进，今天想点哪位姑娘作陪，奴家这就去安排。灵玉呢？我有合作方面的事宜。实在不巧，灵玉姑娘那边刚刚来了贵客，要不温公子今夜还是去奴家那里对付一晚吧。哪来的贵客呀？多大年纪，
金洞已经到了，像是个财主，身边还有护卫，50多岁，看着斯斯文文，一本正经。坏了，灵玉亲自下场钓鱼，绝对是金洞，他要动手了。他们进去多久了？姑娘，你说你这里还有那位温先生留下的墨宝，为何久久不愿取出与鄙人分享？先生稍安勿躁，温公子留下的墨宝被奴家藏得有些深了，这就找出来给您瞧瞧。灵玉，千万不能心软，杀了此人，爹爹就能得救。鼓起勇气，一刀插进他的胸口，没事的。姑娘似乎脸色不太好。夏日炎热，多半是中暑了。先生，这手绢中便是墨宝，还请先生凑近查看。干什么干什么？又背着老子偷人！看老子这次不打死你！叫你不听话，叫你勾引野男人，还敢不敢了？奇耻大辱！堂堂大家闺秀，竟被一个下人按在桌上羞辱。可我不能暴露，只能顺着他这捉奸的戏码演下去。温公子息怒，你误会奴家了。奴家没有勾男人。呸！还想骗我？你没有勾男人。小兄弟，你误会了，鄙人乃我大圣朝户部尚书金洞。此次微服私访到这万花楼，绝不是来寻花问柳的，乃是此处有一位鄙人仰慕的年轻才俊留下了墨宝，鄙人特来瞻仰。户部尚书，你说是就是？鄙人有腰牌为证，更有陛下的圣旨可以自证清白。只是此等烟花之地不适合请出圣旨，小兄弟若是不信，大可与鄙人出去一看。这里的读书人果真都一个毛病，把清白看得比命都重。堂堂九州财政总长被人当成嫖客，竟没有端起官架子杀人灭口，反而耐心解释。这老头是个干实事的好官。还真是朝廷的物件，在下温臣见过金大人，刚才冲撞了大人大驾，还请金大人责罚。你就是那个写出“问君能有几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”的温臣？正是在下。千金易得，知己难寻呐。温公子的诗可是句句写在了鄙人心坎里。没想到鄙人此次南下收部，竟然接连遇到惊喜。先是徒儿的那首《赠友人》，前2天又出了个5行联，如今还能收获温公子此等佳句，真是不虚此行呐。马如意把我送给他的那首《渭城曲》，诗名改成了《赠友人》。好家伙，你是一点好处都不往外漏啊！您才是大圣为国操劳的肱骨之臣，在下这点舞文诺墨的伎俩，在您的功绩面前不值一提。对了，灵玉姑娘，你不是说温公子之前在你这里留下过墨宝吗？快拿出来让鄙人瞻仰一番。怎么？难道灵玉姑娘还想藏私不成？金大人这是什么话？他哪儿敢呢？在下之前留下的不过是2行残句。灵玉姑娘得知大人的身份后，害怕拿出不完整的诗被大人怪罪，这才有些犹豫。对，没错。不碍事，能瞻仰温公子的墨宝，便已是幸事。鄙人哪里还会挑3拣4？金大人又何必舍近求远？在下不就坐在这里吗？让在下念给大人听不就好了？对，那就请温公子赐教。之前那些情情爱爱的事，打动不了忧国忧民的尚书。要念，就念一首绝句：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。荣枯咫尺意，惆怅再难续。就这，完全没有之前经验。金某听到温公今日这番话，如醍醐灌顶，回忆往昔江南种种，实乃羞愧难当，请受金某一拜。
金大人快快请起，在下一介草民，何能受得起大人如此大礼？温公子，莫要说这种折煞本官的话，你我心里都跟明镜似的。公子刚才那4句残诗，抱怨的不就是去年江南道决堤一事吗？此乃朝廷对不住那数万名受灾百姓，也是我金洞的失职。幸亏公子一语点醒梦中人，从今日起，本官必当竭尽所能，哪怕得罪那魏城老贼，也要还江南道百姓一个公道。姑娘有话要说？没有，奴家只是听到金大人为民请命，心中有些感慨罢了。姑娘放心，本官这次来江南道，若是不给圣上和受灾百姓一个合理的交代，万万不会离开。多说无益，本官先去处理公事，日后若有机会再来拜会公子。金大人请便。温公子，最近流传于倾城的那首五行联，你可有信心对出下联？废话，那就是我给马如意的对联，我能不知道答案吗？这可得让在下好好想想。这样吧，下次见面，在下定给金大人一个答复。好，哈哈哈，一言为定，本官恭候佳音。温泉，你今天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为何要坏我好事？我也没办法。那天我们在院子里的对话，被一个老叫花子听到了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那天分明只有你我2人在场。那老瞎子耳朵灵着呢，八成站在院子里，连你穿的什么颜色丝袜都能听出。不行，你不能杀魏征，你杀了他，我爹就没救了。金洞必须死，那个老叫花子也得死。你一个弱女子，你拼了命刺杀金洞，都是为了你爹。你爹到底惹上魏城什么事了？别哭别哭，你倒是说呀，哭能解决问题吗？我爹是朝廷工部都水监正五品水部郎中，3年前江南道新修河堤，是他主审修改的施工图纸。去年江南道发大水，你爹被抓起来当了替罪羊。什么是替罪羊？魏公公说是我爹主审的施工图纸出了问题，才导致河堤决流。只要我帮他杀了金洞，他就会在陛下面前说好话，保我爹免于死罪。这鬼话你也信？为什么不信？所有人都说是我爹的图纸出了问题。魏公公位高权重，他一定能救爹爹的。你可真是头猪！呸！你才是猪！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你爹的图纸根本没有错，河堤决流是因为施工方偷工减料造成的？那他们为什么要抓我爹？替罪羊呗！公布出图纸，宦官勾结地方官员偷工减料，中饱私囊。如果不发大水，谁也看不出来。可坏就坏在去年出了事，魏城绝对不可能自己认罪，必须找个点罪的。你爹作为审核图纸的主官，就是第一选择。只有咬死图纸有问题，才不会有人去查原材料的贪腐。不对，我爹的那些同僚都说图纸有问题，他们不会骗我的。而且魏公公让我杀金洞，就是为了帮爹爹的忙，不让金洞查出爹爹更多的罪行。魏城有没有说过，你杀了金洞之后，他打算如何处理你？魏公公说了，只要金洞一死，他便立刻秘密护送我离开青城。只要爹爹平安，我这辈子不回天津城也心甘情愿。哼，你当朝廷命官是家里养的鸡，想杀就杀。户部尚书死得不明不白，皇帝连凶手都不抓。魏公公说了，他会找一个死刑犯替我顶罪。那他为什么不直接让那个死刑犯去刺杀金洞，偏偏要大费周章的让你去？因为你蠢，你好骗。只要你杀了金洞，魏城马上就会把你交出去。你身为犯官之女，谋刺朝廷命官，你爹就算没罪，也会被你坐实罪名。你们父女俩成了最完美的替罪羊，而他魏城除掉了威胁，还能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。不会的，魏公公不会这么做的。不信，你自己去窗边看看，外面是不是莫名多了不少官府的暗桩？
魏成算准了你今天会动手，他若想救你，总不会派官兵来接应你吧？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爹爹没救了，谁来照顾娘亲？起码现在，你还有挽回的余地。怎么挽回？今天你没动手，魏成肯定会怀疑，你得先稳住他，找机会向金董摊牌，然后趁他还没做出应对前，直接囊死这个烟货。杀人不是我的本意，但我与灵玉的命都捏在那个瞎眼老疯子手里。10天倒计时，魏成不死，死的就是我。杀了魏成，我们怎么脱身？我们虽然是凶手，但动手的事情自然要交给魏成自己来做。灵玉，今日为何不动手？魏公公，不是奴婢不动手，是奴婢正准备动手之时，那个叫温晨的下人突然闯了进来，坏了奴婢的好事。这臭小子来找你做什么？这温晨表面斯文，实则一肚子坏水，心底里一直惦记着奴家的身子，非要拉着奴家。混账东西！咱家谋划了这么久，连那具引金洞上钩的尸都是咱家透露的，眼看就要成事，竟被这好色的小畜生搅了局。若不是他那纺织机还有点用，咱家现在就活剐了他。魏公公息怒，金大人临走前曾与奴家相约，过几日还会来别院喝酒赏月。到时候奴家会提前做好准备，确保万无一失。此话当真？魏公公若是不放心，大可提前到万花楼亲自监督。事成之后，奴家会以花火为号。这样也好，这一次你可一定要抓住机会，若是再让咱家失望，菲菲，你爹今天就回府了，记住了，你犯错送给马公子3000两银子的事，一个字都不许提，让他知道，非扒了你的皮不可。娘，我记住了。可是那爹若是查账本怎么办？3000两的窟窿可不小啊。不怕，最近仓库里囤了不少细麻蚕丝，娘已经让管家做平了账，就说是进货压了资金。若不是那个杀千刀的温晨搞出个什么水利纺织机，我谭家这段时间也用不着如此落魄。原本指望李家倒台我们接手，现在倒好，全砸手里了。娘，大哥，既然李家现在到处按原价回收丝麻，不如我们把仓库里的原料卖给李家，好歹能回些本钱，把账面彻底填平。谭袅袅，你这是什么话？我谭家难道连这点骨气都没有了？非得去看那个奴才的脸色行事？那些丝麻就算烂在仓库里生虫发霉，我也绝不同意卖给温晨那个狗奴才。老爷回来了，老爷回来了！爹，您可算回来了。爹给你们娘俩都带了礼物。此物名为黑丝白丝，乃是冀州最时髦的行头，一双足足要了我20两银子。爹，您进城的路上没看吗？这东西是从青城传出去的。什么？哪家布铺的新鲜玩意儿？温氏布铺，温晨。温晨，爹记得你大哥身边的那个伴读书童，好像就叫温晨。没错，就是那个温晨。
那日大哥在万花楼，爹，孩儿冤枉啊！那日温晨非要诱惑孩儿去万花楼喝花酒，孩儿一时鬼迷心窍着了他的道，可谁知这小子看着老实，竟是个见色忘义的无耻之徒。他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调戏太守侄儿马公子的女伴，孩儿护他心切，上前阻拦，却不小心打伤了马公子，却没想到这小子和马公子竟然是旧识。他给孩儿设了一个圈套，以此事作为要挟，逼迫孩儿交出3000两银子，否则就要以殴打举人的罪名把孩儿发配充军啊！母亲担心儿子出事，便花钱免灾，而那个陷害孩儿的温晨也被马如意用银子赎走了。袅袅，你大哥说的可是实情？爹，不是这样的，分明是大哥在万花楼。谭袅袅，大哥知道你打小便和温晨要好，什么事儿都迁就着他，可事情都发展到这个地步了，他都要把咱们家逼死了，你还要胳膊肘往外拐吗？我可是你的亲大哥啊！可是什么可是？那温晨害我谭家害得还不够惨吗？若不是他让母亲囤积司马，说李家马上就会倒台，我谭家的仓库里会积压那么多原料卖不出去吗？老爷，您不在的这段时间里，奴家可是为这个家操碎了心啊！温晨那个没良心的白眼狼，处处设陷阱让我们往里面跳，与马公子骗走了我们3000两银子不说，还暗中与李家联合，放出假消息让我们囤积司马。这段时间他又鼓动李有才用原价回收司马，这不是明摆着要断我们的活路吗？爹，事情根本不是大哥说的那样，是大哥酒后惹事。袅袅，你是被那姓温的小畜生迷了心窍吗？他把我们谭家搞得鸡飞狗跳，你为何还要替一个外人抹黑你的亲哥哥？老爷，你若是不信，大可去查账房，那3000两的窟窿全是因为温晨放假消息让我们囤货造成的。女子终究是女子，成不了大事。你被那奴才迷了心智，活该受骗。从今日起，你闭门思过1个月，没有我的允许，半步不得踏出府门。夫人，立刻派人去给太守马大人送请帖。今夜我谭某人要亲自会会这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。对，先让他吐出那3000两银子，再逼他交出水利纺织机的机密，最后让马大人把他打入死牢。银阳货、肉苁蓉、锁阳、菟丝子，这些可都是极品壮阳药。太监本就阳气断绝，若是让魏成服下，气血逆流无处发泄。温公子，这东西真的好使吗？要不，咱俩先试试？登徒子。开门去。哦。她是谁？怎么会有这么美的女人？不好意思，走错了。姑娘没有走错，这里正是温公子的宅子。金屋藏娇，男人有钱就变坏，亏我还冒着风险跑来报信儿。温晨，你出来，我有话和你说。二小姐来了，快进来坐。不了，本小姐还有事，就在这里说吧。什么风把二小姐吹来了？本小姐先前找过你，只可惜温掌柜逛窑子去了。那位姑娘是哪家的千金啊？你可是够花的呀！窑子里的姑娘，万花楼的花魁。你爱找谁找谁，我爹回来了。那之前坑害我谭家的事情，
他今晚就要联合太守大人把你抓进大牢，你好自为之吧。二小姐何出此言？在下什么时候坑害过谭家？自己想去。本小姐话已带到，日后你走你的独木桥，我们两不相欠。你干什么？我爹心意已决，谁求情都不好使。你死了这条心吧。二小姐，你来的正好，在下恰巧有一件事，想请你帮个忙。二小姐放心，任凭你爹说的天花乱坠，太守大人也不会动在下一根手指头。你是疯了不成？我爹晚上便会请太守大人吃饭，你现在回谭府，不是自投罗网吗？只要太守大人在场，在下即便是明目张胆站在你爹面前，也不会有任何意外。况且，我这次回去，是要向你大哥借一样东西。我爹说了，窑子里的姑娘都是苦命人，与他们接触太多会走霉运。大哥就是例子，你还把他们接回家里。灵玉姑娘是在下聘请的丝袜形象代言人，她与我只是单纯的合作关系。哼，本小姐不信，除非你发毒誓。好，我温臣发誓，我此前若是和窑子里的姑娘有过不明不白的关系，就让老天爷降下天雷劈死！呸呸呸！真不吉利！本小姐信你便是，你别发这么毒的誓，容易成真。二小姐，你说我们两个算不算青梅竹马？胡说什么呢？谁要跟你青梅竹马？哦，原来二小姐是嫌弃我身份低微，不配和堂堂谭府小姐做朋友。不是不是，本小姐绝不是那种嫌贫爱富的人，你别瞎说。那是什么？怎么办？他竟然在大街上牵我的手，他最近变得好厉害。难道以后真的要和他成婚生子吗？你大胆！喜欢就是喜欢，有什么大胆不大胆的？爹娘和大哥是不会同意的。哦，那就是二小姐自己是同意的。马大人，谭某外出几月，这次回来本该是谭某为您接风洗尘，怎么好意思让大人劳累破费呢？哼，谭兄客气了。大人日理万机，今日府中略备薄宴，还请马大人不要嫌弃。请。谭刚忙着巴结太守，谭菲菲肯定也在作陪。这会儿去拿那瓶我爱一条柴，正好为民除害，免得这蠢货再去祸害别的姑娘。在下与马大人可是有10多年没单独把酒言欢了。想当年你我年轻之时，那可是隔3差5便会痛饮一番。现在想起来，也颇为唏嘘呀。马大人，我娘说了，您当年落魄那会儿，可是连打补丁的裤子都是穿的我爹不要的。您二人可算是老交情了。如今您发达了，可千万不能忘了我谭家哟。穿你爹不要的破裤子，好，很好。你谭家是在提醒本官，本官这辈子都欠你们的，还是在嘲笑本官曾经是个要饭的穷酸。俗话说，打人不打脸，骂人不揭短。这逆子今天是吃错药了吗？非得提太守大人最痛的这一茬。马伯父可是说呢，侄儿猜测家父的那条裤子，估计是带着我谭家的鸿运，方能帮助马伯父一登高位。马伯父若是还留着，
甚至可以将其当作传家宝流传下去。谭公子这话的意思是，本官如今的身份地位，都是当初谭兄的一条破裤子所赐喽。大人，吃你的饭，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。大人息怒，犬子口无遮拦。对了，在下听说太守大人的侄儿先前刚从京城回来，怎么这次没一同过来呀？哼，如意可不像某些纨绔，整天连话都不会说。今夜城中万豪书院有一场茶话会，他作为特邀嘉宾前去指导了。我那侄儿先是一首送友人，让户部侍郎金大人赞不绝口，没过2天又想出一副五行联，震惊了整个青城文坛。马公子真是一表人才，日后谭某人一定让犬子多多请教马公子，争取学到他1、2分的本事。别了，我那侄儿没这个本事。谭公子还是另谋名师吧。当初碌碌无为的温晨一离开你家，就能将生意做得风生水起。本官都怀疑你谭府的风水有问题，千万不要祸害我那宝贝侄儿。谭菲菲这母子俩真是一对卧龙凤雏，根本用不着马青山主动拒绝结亲，这蠢货自己就能把自己作死。哼，这小子够虚的呀，搜刮了这么多偏门猛药，也不怕补炸了。以我和灵玉现在的身手，想刺杀被层层保护的魏成，简直是天方夜谭。魏成这种大太监，吃饭饮酒必有专人银针试毒，常规毒药根本没用。但有一种药，银针绝对试不出来。魏成一个太监，阳气断绝，若是将这些烈性大补之药混合在一起让他服下，保证他那不堪受补的残缺身板当场气血逆流，一命呜呼。哼，作为战利品，这些精神食粮我就没收了，就当是帮谭大少爷早日脱离苦海，回归本心。大人，爹，娘娘身体有些不适，正好去院子里透透气，先失陪了。马大人，谭某听说您的侄儿最近和我府中出去的温晨走得比较近。是有这么回事，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我那侄儿与温晨同为年轻才俊，有些私交再正常不过。其实不然，据谭某观察，温晨这小子打小便不老实，心眼特别多。表面上是犬子的伴读书童，私下里却总是把犬子往歪路上带。马公子与其交往，可一定要小心呐。对，温晨这个狗奴才，不仅怂恿侄儿与马公子交恶，甚至剽窃本公子的想法为己用，实乃大奸大恶之徒。马伯父一定要擦亮眼睛。哦，剽窃你的想法？谭公子有什么想法，值得温掌柜去剽窃呀？就是近日火爆全城的水利纺织机，那是侄儿我亲手画出的图纸，还没变成实物，便被这小子偷偷拿去发了大财。马伯父若是不信，这便是证据。此乃水利纺织机的初稿，全是侄儿一笔一画描上去的。这图案与本官下令锁入东莞的图纸一模一样，这可是本官将来平步青云的政绩保障，怎么会在这蠢货手里？本官问你，这图纸你是从哪里来的？这分明是侄儿年初时设计出的精巧器械，只是不小心被温晨偷了去。侄儿刚才不是告诉过伯父吗？太守大人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您宁愿相信一个下人，也不愿承认我家菲菲是倾城的栋梁之才吗？好一个栋梁之才！那你给本官解释解释，这个零件是干什么用的？这是用来……那这个呢？爹，你帮孩儿求求情，再给孩儿1天时间，孩儿一定能想起来。畜生！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，我谭刚一世英名，怎么回到了你的手上？老爷，别打了！菲菲只是一时紧张忘了想法，她绝没有撒谎呀。马兄，念在我们多年的情谊上，这次要不……不行，本官最瞧不起沽名钓誉之徒。一旦这图纸流落民间的消息传出去，
本官的仕途谁来负责？既然不承认，那便回衙门大牢里慢慢说吧。温晨，你快帮我想想办法，万一马大人真的把大哥抓进大牢，谭家可就毁了。你家麻烦大了，你大哥拿着的可是马青山的命，他就凭着这玩意儿和朝廷请功了。如今图纸忽然流落在外，你让他怎么放心得下？那也是大哥一个人的罪过呀。你还是不了解当官的，马青山绝不可能让图纸出一点问题。你大哥这次的举动，得让你们一家老小都跟着遭殃。放心，只要你帮助谭家躲过这劫，我可以保证，日后大哥绝不会找你的麻烦。他是个什么东西，我会把他放在眼里。那你要什么？亲我一口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开这种玩笑？快进去！温掌柜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在下来这儿是要给马大人一个惊喜。惊喜？你想给本官什么惊喜？哼，文臣，这里没你的事。你与谭府的恩怨，我们日后再算，还不退下？哼，算你还有点良心，没趁机拖小爷下水。谭大少爷，戏过了，不是说好吗？在下一出场，便不用再演了。温晨这是疯了吗？让他想办法救谭家，他怎么把自己也打进去了？太守大人不是想知道水利纺织机的图纸是谁给谭大少爷的吗？正是在下。温掌柜不要说笑，这等私藏朝廷机密的罪名，你可是硬抗不起的。太守大人别急，那图纸不过是在下交给谭公子的道具罢了。道具？不要卖关子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马大人可知道，现在李家所使用的水利纺织机，一旦进入冬季，河水结冰，没了水力催动，便无法作业。废话，本官当然知晓。那在下若是再发明出一台一年四季不受环境影响，却又像水利纺织机一样高效的机器，马大人怎么看？温掌柜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此物名叫蒸汽纺织机，只需要在锅炉中加入柴火，烧开气缸中的水，再通过调节阀门，让蒸汽从管道中流通，便可以代替水力，为纺织机源源不断提供动力。此话当真？千真万确，灵感正是来源于煮茶烧水。大人若是不放心，大可将此图拿回去与金大人讨论一番。好，本官正有此意，不过是献策而已。下次不要搞得这么鸡飞狗跳。惊喜惊喜，自然得让大人先惊后喜。你跟本官出来，本官有事要与你交代。累死爹了！要不是看在二小姐的面子上，这烂摊子老子才懒得收拾。你为何要帮这几人解围？本官记得如意说过，你当初和谭家母子可是撕破了脸皮。大人息怒。谭家二小姐对在下有恩，危急关头不得不帮上一把。哼，这次本官看在你的面子上，便暂时放过谭菲菲那个蠢货。不过你得替本官问出来，他那图纸到底是从何处得来的，否则本官晚上睡不着。大人放心，在下定当办妥。只是，在下还有件事需要提醒大人。说，水力纺织机和蒸汽纺织机属于两个划时代的产物。大人若想将其成于圣上，最好中间间隔个1年半载，这样一来，非但不显得突兀，还可使大人领到2份功劳。你小子果然是个聪明人，甚合本官心意。日后你只管好好辅佐如意，本官平步青云之时，定少不了你的好处。多谢大人栽培。 2份功劳，你想得美！蒸汽纺织机的气缸气密性和传动履带必须用到橡胶，没有我的核心技术和材料，你拿着那张酱油图纸，画一辈子也造不出一台能转的机器。这关算是过了。去问问谭菲菲那蠢货，图纸到底哪儿来的？狗奴才，你还敢回我谭家？看本公子今天不要了你的小命！菲菲，你个小畜生，你敢下死手！老爷，你干什么？菲菲可是你的亲儿子，你就让一个奴才这么欺负她？
知不知道，因为你自作聪明，差点把我牵连进大牢。说水利纺织机的图纸是谁给你的？求求你别打了，是街口的王铁匠，我花了100两银子买的。果然是那个铁匠。马青山为了保密付出了不少代价，终究还是低估了人性的贪欲。来人，快把这凶徒给我抓起来，扭送官府！我看谁敢！都给我滚出院子！谁敢动手，我谭某人要他好看！老爷，你怎么能护着一个外人？你还有没有良心啊？都是他勾结外人害我谭家！还敢撒谎！温晨若是想害谭家，刚才为何要在马大人面前替这逆子解围？袅袅，你来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当初大哥在万花楼惹祸，打伤了马公子，大哥和娘亲便商量，让温晨去顶罪充军。什么？后来李家遇到危机，李伯父写信求援，娘亲不仅没答应，还借机囤积司马，想等李家垮台后顶上去。没想到温晨做出了水利纺织机，替李家渡过了难关，咱们的司马便砸在手里了。顶罪，囤货，水利纺织机本该是我谭家的宝贝呀！就因为这对蠢货母子，不仅把财神爷逼成了仇人，还差点把我谭家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。好，你们可真是我谭某人的好妻子、好儿子。谭某一生光明磊落，今日完全是被这2个丧门星迷了心窍。之前有对不住的地方，还请温掌柜多多包涵，也请温掌柜多替我谭家想想办法，也替袅袅多想想办法。谭掌柜言重了，若是想让谭家重回正轨，在下倒是能和李掌柜说道说道。不过等消化完仓库里那批存货，这布匹生意，谭家还是不要做了。温掌柜放心，谭某明日便亲自上门向李掌柜致歉，日后谭家绝不再碰布匹生意。时间不早了，谭掌柜的家事，在下便不多干预。告辞。快，送送温掌柜。日后再说。别打了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来人，给老子把这小畜生吊到树上，打死了这小王八蛋子，老子明天正好给他偿命。谁？谭菲菲那蠢货派人来报仇了。温公子别回头，奴家是林玉。林玉，他早就回万花楼了，怎么可能大半夜出现在这里？这手感糙得像树皮，绝对是个男人。林你大爷，想骗老子！色胚，你有病啊！男人你也不放过？为什么都说老夫是老色胚？老夫真的很老吗？滚！哼，老夫像是缺银子的人吗？老夫的酒喝完了，拿你的钥匙去开隔壁存酒的房门。别扯淡，以你的本事，想进那扇货门还用得着钥匙？废话，夺门而入，那不就是贼了吗？老夫像是那种人吗？你分明就是，偷钥匙就不是贼了吗？这不叫偷，这叫借。老夫一会儿还会还给你。你准备什么时候杀魏成？等李府的部交了差，你可就没机会了。到时候别怪老夫不讲情面，把你们2个小毛贼通通上报官府。听说这2天金洞有公务在身，我让老李去找了好几次都约不到，没有他在场做鱼饵，魏成不见得会上我。况且我是打算给魏成下药，可计划当天，我和林玉是要出现在金洞身边的，必须要有不在场证明。现在我还没找到合适的帮手去给魏成投毒。老夫还真没看错你，给太监喂春药，你小子够毒的呀！杀魏成的想法是你提出来的，而且你武功这么高，要不投毒的事情就由你去办。
怎么样？想得美！老夫杀他确实易如反掌，之所以让你动手，是对你的考验。老夫绝不会亲自动手。老东西，你为何偏偏和我一个人过不去？因为老夫觉得你是个好人。靠，好人卡是这么发的吗？觉得我是好人，就好意思往死里坑我？你觉得我是好人，还好意思害我？金洞也是好人，你怎么不让他去？这不是害你，是教你怎么对付坏人。好人杀坏人，天经地义。至于金洞，他没这个魄力，否则也不会在朝中受那帮太监的气了。灵玉他爹与你是什么关系？他不认识老夫。这么坦然，难道我猜错了？可这老头每次出现的时间点，都是灵玉将要犯下大错的节骨眼上，这也太巧了吧！看你如此为难，老夫也不能当甩手掌柜。这样吧，从现在开始，除了你我和灵玉之外，谁第一个踏入这扇院门，便让他去给魏成投毒，怎么样？人家会听你的吗？这你不用管，老夫自有办法说服他。平时来这里的，除了老李就是伙计。可昨夜过后，二小姐随时可能会来找我。二小姐，你今天就在府中睡觉，千万哪都不要去。温晨，快开门！本小姐给你送早食来了。靠！我不同意。袅袅一个黄花大闺女，怎么能随便出入万花楼那种烟花之地？那你就自己想办法去，这忙老夫不帮了。不帮就不帮，绝对不能把她卷进来。温晨，你醒了吗？这就来。快给本小姐开门呀！哼，毛兄，快看，你的仇人来了！你这只臭猫，敢动手！还骂这么难听，昨晚上吃屎了你！别以为老夫打不过你，老夫那是给你留着面子呢！别动老夫的酒。温晨，他们在干什么？应该是在谈判。和一只猫谈判？它可不是普通的猫，它可是我的挚爱亲朋，手足兄弟啊！你小子耍诈！莫先生只说谁第一个踏入院子里，便让他去执行任务，可没说这个谁非得是人吧？你可得说话算数，好好调教这位猫兄，万一任务失败，可怪不到我头上。早时吃肘子，这是哪个行家一手发明的菜谱？爆肚腰花加肥肠，有点油腻。你不想吃别……哎，这位莫先生可是二小姐的恩人，不可无礼。饭菜不错，老夫记下了。做事前半个时辰，东边巷子口放一只黄色烟花。知道了。哎呦，这人怎么看上去不怎么靠谱呀？你爹去找李有才没有？天还没亮，爹爹便带着礼物，硬拉着娘亲去了李府。但是你昨天所说，我谭家日后真的做不了布匹生意了吗？现在青城只有李有才和我温氏布庄有水利纺织机的使用权，即便每年只有6个月的使用期限，但我们依旧可以把成本压缩到一个常人看似不合理的地步。冬季再稍微向消费者补贴一些利润，青城的布匹生意在往后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其他人是无法和我们竞争的。不让你们一条道走到黑，也是为了你们好。那该如何是好？我谭家世世代代都是织布的，要改行也没那么容易啊。既然抢不了别人的生意，那不如新开辟一门生意，自己做。开辟新生意？你说的轻巧，我谭家上上下下除了织布，什么都不会。你出这种难题，分明就是记恨大哥，故意刁难我们。亏本小姐还带了这么多好吃的来探望你，以后再也不来了。你这激将法跟谁学的？我也没说不帮你们，至于这么大反应吗？怎么办？最近青城各大布商生意惨淡，裁退了不少纺织工人。
你让你爹出面，把这些人重新召集起来，签订契约。什么？别家都用不到的工人，我谭家签回来干什么？让他们跑腿。假设这是城东的住户，他明中午想吃城西饭馆的菜，但天热懒得出门，他只需呼唤我们的跑腿人员，定好交餐时间，缴纳跑腿费，第二天中午饭菜准时送达。这门生意就叫送外卖。那我们谭家算什么账？每天晚上收集第二天的订单，为每个外卖人员规划最快的路线，他们送一单，我们发一单的佣金，多劳多得。同时向饭馆抽取提成。这想法太有趣了！百姓们一开始可能觉得奢侈，但只要慢慢来，一定能做下去。我这就回去和爹娘商量。慢慢来，做生意最忌讳的就是慢。第一，在青城主要航道设立站点；第二，只要下单，白送冰镇啤酒；第三，我会打造一批提速的交通工具，将隔夜送达压缩到当天送达。最重要的一点，这桩生意，我作为发起人要占60%股份，且在发展过程中，我必须拥有绝对的话语权。这60%，我爹娘和大哥那边，谭菲菲母子是什么尿性我最清楚。谭刚耳根子又软，我的心血绝不能毁在这帮蠢货手里。哼，回去告诉你爹，如果不答应的话，这事儿免谈。好，我去试试。链条好打，但轮胎没有橡胶减震。若是直接用木轮包铁皮，外卖小哥跑不出半个月，全得变成有志青年。必须增大座位面积。温公子，温公子，爽！什么是火急火燎？让你找的啤酒库房找到了？那都是小事儿。你前几天嘱咐老李去请的金大人，今日终于请到了。不过金大人说，近日公务繁忙，提议今晚便与温公子在万花楼一会。这么急？金洞已经咬钩，可瞎眼老头那边，区区1天半的时间，他那只猫训好了吗？若是今晚杀不了魏成，死的就是我。快到酉时了，距离太阳落山差不多只有1个多时辰。临时找人下毒已经来不及了，只要下毒手段够隐蔽，魏成就算察觉不出异样，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。李掌柜，帮我一个忙，1个时辰后，去巷子口把那烟花放了。这不年不节的，放烟花做甚？照做便是。温公子，你这纸上画的2个轮子的铁架子，到底是什么新奇物件？半成品而已，这叫自行车，不需要马拉。可惜没有减震的物件，做着太颠簸，暂时没什么用途。既然嫌颠簸，温公子为何不给他后面加一个木轮车厢？对啊，我被前世的认知禁锢了。古人早就习惯了木轮马车的颠簸程度，我只需要把拉车的马换成脚踏的自行车，加上后面的车厢，便能造出人力3轮车。李掌柜，你可真是个天才！老李，别忘了待会儿放烟花。温公子，我已经差人去通知魏成了，他应该很快就到。灵玉姑娘，在下很好奇，你这面纱下到底是怎样一副容颜？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思想这些无关紧要的事情？一个失误，我们都得死。担心若是有用，这世间便没什么难题了。放心，咱俩目前的处境已经没有下降的余地了。这小娘们也不老实啊，嘴上说着担心，背地里还在桌子底下跟我整这些调情的花活。那就让我看看，你今天长裙底下穿的是黑丝还是白丝？靠！怎么是你？小宝贝，来姐姐这儿。他从你怀里抢走的是什么东西？下给魏成的大补药。什么？
你让一只猫去给魏城下药，这和自我了结有什么区别？你要送死自己去，别拉上我。试吗？反正不花钱，这可是莫先生调教出来的帮手。如意，为师没说错吧？温公子和这位灵玉姑娘恩爱的很，肯定是躲在里面打情骂俏呢。完了，心动来了，这出戏不演也得演下去了。小温，你骗本公子，骗得好苦啊！哦，如意与温公子认识？老师说的有理，自然认识。也好，今夜月明星疏，清风朗朗，你我四人在此吟诗作对，岂不美哉？小温，你和本公子过来一趟，有事问你。金大人请坐，奴家这就去备酒菜。搞了半天，那青年就你自己。只要这死胖子在场，灵玉就没法下手，得想个法子把这蠢货支走。这次看在老师的面子上，放过你。等本公子有了官职，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？你笑什么？没什么，在下只是觉得今日天气不错，正如金大人所说，适合吟诗作对。金大人，还记得上次临别前你我的约定吗？如意，快过来！如果为师没猜错的话，温公子应该是对出你那五行莲的下联了。温晨，你这牛皮可不能乱吹！本公子的五行莲，就连老师都暂时无计可施，你凭什么能对得住？这可是本公子扬名立万的本钱，若是被你对出来，本公子的风头岂不是全被你抢光了？文晨，没听到本公子的话吗？没本事不要强出头！如意，退下！温公子若是能对出这100年难得一见的五行莲，说明他与你心意相通，可结知己。你又为何要对他强行阻挠呢？风萧急塞红，快照纸笔来，将上下联一起腾上去。烟锁池塘柳，风萧急塞红。东支灞春水，南翼怨秋风。以对作曲，奇才，真乃奇才！温公子，过段时间可有兴趣随本官去天京城一游？老师，不可啊！我大圣律例，商贾者不得为官，他是个卖布的。那是对凡夫俗子定的规矩，以温公子的才气，岂能一概而论？况且我金某人在陛下身边侍奉多年，这点面子还是有的。既然你死胖子非要跳出来找不痛快，那今天我就一点面子都不给你留。我看你还有没有脸继续待在这里碍事？金大人，入天京一事不急。对于这五行莲，在下还有几副下联，想请金大人指点一番。这五行莲能对出一对，已是难不可言。温公子刚才是说还有下联，甚至是几副？小温，你今天差不多行了吧？烟锁池塘柳，灯洒锦绣城。行人欲断绝，光火映山红。这也是五行俱全。烟锁池塘柳，浪暖锦堤桃。烟锁池塘柳，灯洒村寺中。烟锁池塘柳，港城铁板烧。风萧急塞，红已是巅峰。他竟然还能对出4部。马公子，在下这几副下联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完了，彻底完了，彻底完了！这小子对出的下联越多，本公子的才名就越不值钱。再待下去，只会自取其辱。老师，学生可能是这几日劳累过度，突然觉得有些头晕目眩。今日便由温公子陪您吧，学生先回家休整一番。去吧去吧，不碍事。老师告辞。
这死胖子总算滚了。他若是在场，灵玉的身份根本没法揭开。灵玉姑娘，还不快快向金大人行礼？草民于妙玉，见过尚书大人。抬起头来，你是原工部都水监水部郎中于谦的女儿，怪不得本官第一眼见你时便觉得眼熟。正是。你身为朝廷命官之女，为何自甘堕落，卖身为妓？成何体统？不是小女子自愿的。金大人息怒。于大人入狱后，灵玉被魏成所蛊惑，魏成告诉他，只要杀了金大人您，朝廷便无法定他爹的罪。眼睛瞎了是不是？马公子，你刚才说咱家怎么了？魏公公，您怎么来这种地方了？哼，上楼。魏公公，小的该死，小的刚才真是没看到是您。咱家问你，你的老师金洞是不是在灵玉的别院？魏公公怎么知道？手里的活别停，继续删。既然你今日不巧撞到了咱家，咱家便给你2条路。第一，咱家现在就让人把你剁碎了。使不得啊，魏公公，小的是无意的，不至于啊。第二条路，今夜金洞死后，你作为证人，指认灵玉与温臣密谋刺杀朝廷命官，并且绝不允许向任何人提起。哼，咱家今天来了万花楼，老师，今日会出事。金洞。你既然偏爱那温臣，便让他去地下陪你吧。不对，金洞一定是哪里做的不对，冒犯了魏公公，他死有余辜，死有余辜。马公子是个可造之才。魏公公，小的是这里的常客，这就去给您讨要几份小菜，我们边吃边等，如何？你去。魏公公，快尝尝，万花楼的腰花可是倾城中首屈一指的美味。对，魏公公乃国之栋梁，是该小心点儿。回禀魏公，没有异样。你们一个守在门口，一个去南边别院盯着，有金洞的消息立马通知咱家。诺。日后可得依仗魏公多多提携。咱家记得你爹好像是在天京城附近的一个县城中做官。回禀公公，父亲与叔叔是同年的举人，一人被派到了曹远县做县尉，叔叔机遇稍好，来青城做了太守。那你也算是书香门第，日后好好跟着咱家，前途不可限量。魏公，小的斗胆问一句，您为何……不对，是灵玉为何非要杀金洞金大人？哼，天底下这做官的若是细分，可划为3类：一类为轻，沽名钓誉，自视清高，你的老师金洞就是这种人；二类为庸，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，就如同你的叔叔和父亲，多少年来在官途上坎坷不断，但也坏不到哪里去。三类为辅，急功冒进唯利图，胆大妄为的同时却不给自己留退路，这种人
到最后都死得很惨。怎么回事？难道是水土不服，气虚所致？那魏公公是哪一种？咱家哪一类也不是，咱家是将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上的人。不愧是魏公，小的敬您一杯。魏公，这窑子里就是不太一样啊，小的感觉有那么一点点不对劲。坏了，中招了！大人，里面怎么了？别进来！都说宫里的太监寂寞难耐，喜欢找清秀小童，可这姓马的胖子也不清秀呀。公公竟然好这一口，这可是杀头的大秘，我什么都没听见。放肆！本官若是也同阉党一般暗使手段，谋害朝廷命官，那本官和阉党又有什么区别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老人家还想着光明正大扳倒魏成？你命长等得起，我可等不起。读书人这股子自视清高的倔劲儿，真是要命！江南道河道决堤一事，等本官查清楚后，定会给你们一个交代。于魏成最后该如何处理，自当交由圣上定夺，尔等不可肆意妄为。姑娘，快把客人们打发走，前面出命案了！谁死了？不知道身份，可小的偷偷看了一眼，是个不带把的老男人。果然是魏成，堂堂内直染局掌印大太监，竟然光着身子死在青楼里，这简直是朝廷的奇耻大辱！马太守，怎么回事？他怎么说自己侄子脱了裤子，在窑子里把朝中阉党的3把手给弄死了。老师，学生冤枉啊！都是他们受魏公公指使，想要谋害老师您啊！住嘴！马太守，先把闲杂人等带回衙门。是，下官这就去办。说吧。学生出门时，无意间听到魏成与手下谈论谋刺老师一事。学生惦记您的安危，本想通风报信，却被魏成强行带上了3楼春字坊。魏成企图收买学生，但学生宁死不从。没想到魏成暗中觊觎学生的美貌，学生一时没把持住，着了他的道。等等，你说魏成觊觎你的美貌？学生虽然胖了些，但架不住底子好呀。老师您应该理解他当时的心情。那魏成最后是怎么死的？学生心中惦念老师安危，对魏成此人更是恨之入骨。老师往日的教诲犹言在耳，学生便用自己的方式替老师报了仇。马公子仁义，马公子嫉恶如仇，为师除害，舍弃小我，保全大局，此等大无畏精神与魄力，让在下佩服得五体投地。都是你们这帮小小要谋害老师！老师，将这2人抓起来！如意，温公子和灵玉已经事先通知了为师刺杀一事，他们也是被迫无奈，且及时弃暗投明，此事怨不得他们。温公子，这事儿
是不是你干的？小女子也是一样。案发时，小女子一直跟在金大人身边，绝对没有作案的可能。臭女人，太着急把自己撇出去，反而欲盖弥彰。这下被这老狐狸看出猫腻了。正如灵玉姑娘所言，在下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据。好自为之。魏成一死，金洞借机去乌城查江南道决堤案，这朝堂的杀局算是暂时平息了。接下来，该是我的商业版图扩张的时候了。所有男工留下，女工们可以先回去了。为什么？我不走！你们谭府招工还搞歧视，凭什么不招女工？老娘干活比这帮臭男人差在哪儿？城中失业的大多是女工，若是全赶走，人手怕是要锐减大半。这小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我说不招就不招，这是我的生意，我说算。不愿走的，立刻让家丁乱棍打出去。温掌柜，女子为何干不了外卖？难道你也像那些老顽固，看不起女人吗3个难题，你能解决，我就雇佣他们。说，本小姐一定办到。第一，我新设计的外卖送货车需要脚踏来提供动力，以江南女子的力气和耐力，根本无法保证送货效率。那还有呢？其次便是安全。最近万花楼被查封，许多继子变成了流莺。城中最近可是不怎么太平，短短几天里，光是命案就发生了3起。你想想，若是让一帮女子去送外卖，万一遇到点什么歹人，这个责任谁负？你谭家负得起吗？温晨说的对，这钱赚的再多，也不能拿人命开玩笑。万一出了事，官府找上门来，谭家可吃不了兜着走。袅袅，闭嘴！还是温掌柜想得妥当。谭某受教了。如今城中流言四起，若是这等称号传出去，难免让人想入非非，招惹宵小之徒。这个险，谭家确实冒不得。二小姐为什么不说话呀？是被在下的道理折服了吗？我本是女儿身，如今看到倾城中那么多女子遇到困难，一时帮不上忙，觉得有些失落罢了。二小姐是可怜那些失业的女工，还是可怜那些沦为流莺的继子？都是女子，有什么不同吗？你自己还说过，同是天涯沦落人，能帮一把是一把呢。可我记得上次二小姐说过，窑子里的姑娘身上有霉运。你这人怎么这么记仇？那如果在下想到主意帮他们，二小姐是不是会开心一点？此话当真？你有办法？二小姐听说过足疗吗？足疗是什么？人体的脚掌上有着许多至关重要的穴位，分别对应着体内各个脏器。用合理的手法按压穴位，可以起到放松身心以及保健护体的功效。既然要干，就把足疗做成一门生意。技师便选择手上有劲的纺织女工，以及会伺候客人的姑娘们。这样一来，我们不只赚到了银子，还能满足二小姐想帮他们的心愿。足底有穴位这事儿，谭某倒是听说过，可这都涉及到医药行业了，想要发展成一门生意，
还是有些难处的。这小子不能想一出是一出啊！为了讨好我家姑娘，拿我谭某人的银子打水漂可不行。谭掌柜若是不放心的话，在下可以先亲自示范一番。怎么示范？二位请随我来。来人，打2盆热水放进正堂，再切几片生姜丢进去。你们先洗1刻钟，待会儿我一一为你们按脚。本姑娘的脚可不是随便碰的，不过若是你亲自来按，那便将就将就。对了，你家大少爷呢？今天怎么没见人影？菲菲探望马公子去了。这俩祸害怎么凑一块儿去了？足底的不同位置对应着人体5脏6腑的反射区，这里是肝脏。很疼吗？不疼，只是有点痒。只是有些大。谭掌柜觉得疼痛难忍，是因为你的足底反射区对应的5脏6腑有些虚。足心对应的是什么脏器？肾。没有依据的事情，你们不要轻信。当然了，男人一到中年，大多都会肾虚。我不是在说我自己啊，你们不要理解错了，我本身是没这些坏毛病的。其实肾虚的人也很可怜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就肾虚，为什么都这样看着我？我真的不虚。夫人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，证明给他们看，我谭某人何曾虚过？哎，你这是什么眼神？爹，别解释了。老爷，妾身知道你不虚，别说了。爹，好神奇！女儿感觉足疗过后，顿时神清气爽，脚步都比之前轻松了几分，心情也好了不少。谭掌柜感觉如何？还可以，只是光凭按压脚底，便说谭某人肾虚的结论，我觉得不太靠谱。靠不靠谱？你心里没点数吗？谭掌柜放心，经过培训的技师是不会把这些事情乱说的。而且为了丰富取悦客人的手段，我们也可以将采耳、修脚、推背等一系列服务加入其中。当然，项目的名称也要起得诱人一些，什么镜像舒缓、水晶回忆、粉色诱惑等等。温掌柜，这个粉色诱惑项目得花多少银子？100文。温掌柜真乃做生意的大才，一套连招下来，谭某自愧不如，佩服佩服。温掌柜稍等，带我去院子里找根粗点的树枝。老爷，你找树枝做什么？那小畜生应该快回来了，前2天的打得给他补上。唉，温晨要是我的儿子该多好。会不会是小时候2人读书，夫人一时糊涂认错了人，之后一直将错就错？其实温晨才是我真正的儿子。